波平息之后，穆杰塔巴不仅保住了基本盘，还顺势完成了军政、宗教、经济的三位一体权力升级。所以很多人说内贾德下台之后，伊朗的强硬派路线就消失了。其实真正的强硬派从来没有变过，他只是一直在幕后稳步的积蓄力量，规避政治风险罢了。而老哈梅内伊的肉身成圣，实际上也彻底解除了穆杰塔巴的身份禁忌。这种血统加殉难的叙事，巧妙地弥补了他政治身份上的不足，使其继位在群众心里和宗教叙事上都获得了类似圣意的合法性啊，既符合什叶派重视血统的教义传统，其实也符合伊朗现在必须凝聚一致对外的这个现实需求。很多人觉得穆杰塔巴好像是突然被推出来的啊，没有根基的代言人一样。这才是西方放出的烟幕弹，让全球相信啊，一方的内部结构不够稳定，才是他们舆论战的一环。那理解了这一层依权力的底层逻辑，再看今天波斯湾的这盘大棋啊，所有坚定的反抗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大统领估计现在也没太想明白啊，为什么美国都给出了14条这么好的停火协议了，伊朗啊不但不像老领袖在任时那样借坡下驴，反而还要步步紧逼，完全不是在围绕核问题博弈，而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直接拿到桌面上来争抢。原因很简单，现在跟美国下棋的是那个蛰伏了几十年，手里捏着绝对的军政财大权且底色极其强硬的新领袖。这几天白宫的小包草队啊，去国会要钱的场面，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没看到的去看一下。议员们拍着桌子问：你们要钱，可是我们要胜利，美国的胜利在哪儿呢？多少钱能打赢？打算要钱怎么打？为什么这样打会赢？说清楚了我才能给钱呢。赫格塞斯就在那儿啊，利用自己当主持人的口条啊，胡搅蛮缠。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呢，则是承认无法承诺必胜。其实大统领和白宫里的草包小队现在简直就是焦头烂额啊，可被内塔的情报害惨了。现在伊朗要的可不再是核协议和解除制裁了，他们要的是海峡的控制权和中东权力的话语权。现在看618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啊，一方要的就是从法理到事实上，把必须由一方许可走一方指定航道这个新常态给它砸实了。到了7月7号，3艘商船想走阿曼侧航道通过海峡，其实就是白宫在赌伊朗在这么优厚的协议达成之际，不会轻易的对过航的船只开火，只要这3艘船过去了，其实也就实现了美国在控制海峡问题上切香肠的这个操作。这次你都没炸，后面你怎么炸呢？那阿曼这侧啊，如果归我美国管，也就意味着我还有一半的中东海峡的控制权。只要能逼迫一方为了近在眼前的和平和解除制裁的这个利好，默认美国设定的这个新规则，美军对中东的控制啊，还可以日后徐徐图之，美元的支撑啊，还可以缓口气，对国内的选民和国际的盟友啊，也能有一个交代。然而，刚经历过老领袖葬礼的伊朗背后，是那个完成了权力结构整合的新领袖。结果就是直接果断出击啊！这一巴掌其实是打给大统领看的，意思很明确，现在的伊朗就是要斩掉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长臂管辖。在美元 2.0 理论横空出世的那个档口，我当时就说，美国接下来能不能保住第5舰队的总部都两说。从最近的战况来看，那基本是保不住了。美军的基地啊，就像中东的祠堂，是先有了天兵下凡，才有了人心中不可触及的圣殿一般的基地。而现在美军的神话不在，美军现在被损毁的基地啊，就跟那个不显灵的龙王殿一样，除非天兵再如20年前一般大显神威，否则啊，人人过去都想啐2口还差不多，重建毫无希望。我很赞同牛弹琴老师啊评价，现在美国在中东已经把战争打成了曾国藩口中的浪战，全无获胜的希望，只能通过徒劳的袭扰延缓承认失败的时间。实际上，现在伊朗的战略才是更为清晰主动的，拔除第5舰队，夺取海峡的控制权，就是它的核心诉求。美伊双方现在争夺的焦点早已经从伊朗的拥核变成了美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了。而大统领现在想出来的歪招，竟然是以发展民用核电为名，要放宽对沙特的核浓缩的限制。这种完全无底线的方式，在给自己失去中东的控制权之后，埋下地区动荡的伏笔，可以说真的是令人发指。即使海湾国家知道此举居心不良，为了地缘的平衡制约什叶派的伊朗，他也不会拒绝这样的阳谋。可以说虽然是一经落万物生，可是昂萨人这种落真的是人走了动荡还能传3代的毒性，当真的是贻害无穷。那中东的地区格局势必改变，但是否会迎来和平和发展，到了考验这一代中东执政者政治眼光的一刻了。祝他们好运吧。